大家好，我是关关。那今天是关关在连续工作6天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了。为什么会连续上了6天的班呢？那是因为我的一个同事和她男朋友去大陆旅行了，所以说人手不足。那我跟还有一个配班，那我们2个人就连续上了6天的班。那为什么她会去中国呢？听说她是想要跟她的男友从中国那边进一些小商品过来卖。那2天我有看了一条新闻，那就是说台湾的护照是非常的值钱的，有人愿意出1.5万美金，也就是大约45万台币来购买台湾的护照。虽然说台湾的邦交国不多，大概只有就是一双手都数得过来，但是能够持台湾护照去免签的国家可是有140多个之多哦，包括非常难签证的美国，最持有台湾护照的我们也是可以进行免签的，可以落地签的哦。而且拥有台湾护照的台湾人还可以用抽签的方式，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可以得到美国的绿卡。那在中国就没有这一项的福利了。那我在前2天也有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中国有一个40几个人的一个团，他们想要申请去美国，结果全部被移民署全部灭团了，没有一个申请成功，没有一个申请到美国的签证。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虽然说现在中美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可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还是很多中国人都很想要去美国的。民间传说都会说身体最诚实了。那虽然说呢，现在中美就全面进入了一个对抗的阶段，从经贸啊、关税啊到军事科技，全方位都在竞争对衡的。不过呢，就仍然有很多的中国民众希望去美国，希望一圆美国之梦。那最近呢，就有一团46名的少年向美国大使馆申请了美国签证，却疑似集体未诚实说明，就是需要签证的原因，全部被集体的惨遭灭团，46人通通不准过，全被打回票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呢，就有学生家长在网络上爆料控诉某留学机构举办了为期14天的赴美游学团，分为7、8月2个批次，以6.98万人民币，约合台币31万的价格，招募了46名学生参加。那家长就表示呢，他们的小孩呢，就根据这个培训机构的演练，就事先预演了有可能去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问到的各种问题。结果没想到呢，5月9号的时候，这个培训机构派了2名老师带领着这些学生去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申请去赴美的签证的时候呢，却状况百出。
由于申请面谈的时候呢，并不是集体的面谈，而都是个别由领事官单独面谈的。所以呢，当领事官问到这些孩子你们是几月团的时候呢，那这些孩子们就统一口径，按照那个游学机构安排的回答说都是7月团，那当下就被抓包，明明是分为2个团的。家长们就控诉呢，那些领事官呢就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说这些小孩子是打算去了那边就跳机，然后就留在美国不打算回来的，就动辄以刁难的问题提问，并觉得说他们根本就不稀罕，为什么要刁难他们呢？还有家长就回应呢，准备了好多个月的资料，模拟了很多回，没想到就这样的搞砸了。报道指出，那对中国民众来说呢，美国签证越来越难签，拒签率越来越高，那有排队2个小时，面谈不到2分钟就被拒签的。但是这一次呢，46个人通通被拒签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发生。就有网友回应说呢，不用演练，诚实是最好的回应方式。那反观台湾呢，只要持有台湾的国籍，有身份证统一编号，那持有台湾有效的晶片护照，就可以申请入美国停留90天免签证哦。难怪之前就有看过新闻报道，在中国呢，有一个萧姓的女富豪，那她因为案件呢就被那边关押了3年，在出狱之后呢，她就心灰意冷，入籍万拿度，但是呢还是不放心，会担心说之后还会被通缉，所以她就砸重金，大概花了145万台币，从香港乘坐快艇从高雄入境。那一上岸呢，他就投案自首了，希望说寻求台湾政府的庇护。可是由于他是偷渡呢，就被判处了2个月的徒刑。那在执行完后，或者是1颗罚金之后呢，就将被驱逐出境。那这个萧女呢，就表示她有听朋友说，如果她离境的话，就还会被那边的公安通缉。他认为说台湾是这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希望可以留在台湾得到庇护，但是由于他是非法入境的，所以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办法。那台湾的朋友们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手中的这个台湾的护照，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这2天呢，立法院都在吵得沸沸扬扬的。我有一个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朋友，那他居然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呢，就是立法委员的人们在立法院大打出手的照片，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笑脸的符号，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冷嘲热讽的。我是没有去回复他啦，我只回了他一个白眼的符号。我认为说，虽然说他们打架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也是能够代表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是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不同的政见。可是这样子的场景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不可能看见的，因为是一党独大，那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有全数同意，不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自由的生活。关关来到台湾已经将近快20年了，18年之久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真的多多少少会遇到了一些的不习惯。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也越来越生活得更自由，生活得更开心了。那我也希望说，喜欢关关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我，那也可以在我的影片下留言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我也希望我的频道会越做越好，通过我的眼睛介绍台湾给更多的人知道。那这一集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拜拜。